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增长频道。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哈佛大学所统计出的成为废物所需要具备的9个特征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如果大家有以上的习惯，现在就可以停止这些行为。本期内容会比较长一些，所以我会分成上集和下集来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会进行把大家想看的内容时间列表都列出来的，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担心，可以看自己所想要了解的内容。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点，做事总是犹豫不决。正所谓处事未检身先死，犹豫不决不像个致命伤，常常不被人们当作重要的心理特性看待，但它却是总是迈出第一步的关键。那些做事谨慎的人在面对某种选择和场面时，总是能够快速做出决定。这种果断的开始虽然都是正确性的待定，但至少带来了成功的可能。但犹豫不决的人则不一定，他们总是在选择在十字路口中彷徨不决，担忧前后左右哪个方向都是死路，担忧一切，猪腿就掉进了万丈深渊。因此，他们总是焦虑地站在起点上，在行动力全无时，心里就已经在尝试以退缩之间互搏了千百个回合，在不知不觉中滋养大概率失败的潜意识。这类人已经自我严格的斗志，普遍是难以坚定迈出第一步的。即便迈出了第一步，之后面临每一个选择时，也总是会犹豫，自我矛盾不断，导致行动力薄弱，基本处于处事未决身先死的状态。犹豫不决的人通常都身处于在金字塔的最底端，死在起跑线之外。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犹豫不决的毛病？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析。第一个就是充实自己的知识经验。在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人的决策水平和拥有的知识经验有很大的相关。一个人的知识经验越丰富，其决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有胆有势，有势有胆的意思。第二个就是加强思维训练。对事情的深思熟虑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的心理前提。对此，拿破仑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完全不是什么天才突然对我的启示，而是我的思维对我的启示。古语说，凡事预测利，不预则废。平时多动脑筋，经常多思考问题，进行思维训练，这是在关键时刻有主见和基础的前提下。第三个就是学会意识冷静。实际表明，遇到事情犹豫不决，常是因为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干扰认知过程的结果。人越是着急，就会越拿不定主意，越拿不定主意的人越是着急，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恶性循环。因此，为了克服遇事时犹豫不决的毛病，我们必须要先学会冷静。第二点就是做事3分钟热度，猛冲一段就灭火。3分钟热度的人往往是思想活跃、决断坚决的人，对事物的热情也要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加强烈。但对于这种热情，往往都是消耗太快，很快就会耗尽原料，最后只剩下冷灰，再难重拾热情。因而他们的人生里总有许许多多的未完成。拥有3分钟热度的人，普遍都有很多想法，也随时会有改变主意的可能。他们开始的设想总是特别的美好，也有能在一条路上行走一小段路，做什么事都难以支撑到最后。对于未完成的事物都不会特别的在意，总是待在寻找新目标的路上。对于这些拥有3分钟热度的人来说，注定都与成功无缘。以下是我帮大家分析出7种改掉3分钟热度的习惯。第一个，专注做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就算你的效率出奇的高，精力充沛，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在工作和学习上，也不会超过24小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想在一件事上取得成功，最快的途径就是保持专注。第二个，计划的遵循渐进。大部分的3分钟热度都是结束于计划的过于激进。很多人每天给自己3到4小时的任务量，往往坚持不了几天就有挫败感。还是那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事要有遵循渐进才行。第三个，筛选你的朋友圈，和靠谱的人一起做事情。如果你决心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去告诉别人在一年的365天里的生活状态都特别颓废。经常熬夜看剧，然后刷朋友圈或打麻将的人，更不要去询问他们的意见。第四个，先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开始，比如说你明天要在几点起床，然后坚持1个星期，或者是你每天坚持做30个俯卧撑等等。
当你达到目标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利用奖励机制来奖励自己，鼓励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慢慢培养你的毅力。第五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找出让你感兴趣的原因，比如锻炼会让你的心情愉悦，而且可以让你变得更加有气质，更加的优雅。于是我们每天都为了这个目标不停的锻炼。等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材、皮肤以及睡眠质量都有特别的提升，这也使得我们都会充满成就感，这也将成为我们唯一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第六个，学会寻找新的兴趣爱好。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枯燥乏味。不过当你有新的兴趣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去花费时间学习。当我们找到新的乐趣和方向，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拥有坚持下去的新动力。第七个，习惯成自然。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事情，我们总是会被时间所打败。如果你每天早上7点有晨跑习惯，那么坚持1个月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一种惯性思维，这样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都能够自然醒过来，把这当成习惯，让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点，拖延症。拖延症指的是明知道是有害的后果前提下，仍然将原有的计划向后推迟，导致不良后果的一种自我调节失败，常见精神心理现象。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拖延症的问题。我在某一本书上看过一项研究调查，拥有78%的大学生都存在拖延症的情况。在正常的成年人当中，也有28%的人每天都会出现拖延情况。简单的说，就是明明知道还有许多事情正等着自己去完成，但还是因为懒惰没有去把事情给完成，一拖再拖，拖到接近提交日期的时候才想着去做。说真的，每个人多少都会有拖延症，只要不是太过于严重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那么的惊慌。我们只要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就行了。想要解决拖延症，首先我们需要分清楚事情的重要性，合理的安排时间，最好先制定一个计划，然后再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当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要在心里默念着，如果我再不努力一点的话，成功就属于别人的。再这样下去，一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别再每天想着怎么去享受当下，我们要仔细的想想，我们现在所享受着的，正是未来老了之后的退休生活。再继续保持现状的话，之后我们老了就没有机会享受退休生活，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这样就真的达成了活到老做到老的概念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寻找一个行动力与执行力十足的朋友来监督我们，又或者找一个队友一起比赛，比比看谁能够坚持得更久。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拖延症无非就是在我们的时间特别充裕的时候，做事情都会变得缓慢。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必要留太多空闲时间，我们也要学会逼一逼自己。你不逼自己一把，怎么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每个人都是潜力股，不要总是为自己寻找任何的借口。人生就这么一次，我们都可以试着努力，即使是失败了，我们也不要轻易言败。当然你也可以告诉那些瞧不起你的人，至少我努力过，拼搏过，不像你们连尝试都没尝试过，只会在那酸这不行那不行的，怼得他们哑口无言。当然这也是本人的心里话，并不真的适用于所有人，所以请各位务必模仿。好的，让我们再继续说说第4点，害怕被拒绝。我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心态，感觉如果自己被别人拒绝的话，心情就会感到伤心，变得失落。现在我们只需要调整好这种不正确的心态，保持一个平常心，即使被对方拒绝了，也变得没有那么在意了。不过我们可以仔细想想，究竟是对方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然后从中得出经验和结论，继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种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如果你的害怕来源自于焦虑，建议你调整一下。如果你被拒绝了会怎么样呢？天会突然之间塌下来吗？还是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如果都不会的话，那就不要把自己憋得太辛苦。我们都要学会尝试接纳它，而不是让自己变得颓废而想不开的心理。更何况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我们何必因为这些事和自己过意不去呢？即使被拒绝了又怎么样？世界上有那么多机会等着我们去挖掘，何尝不是呢？当然也要清楚自己究竟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求偶被拒绝，工作怕被别人批评，害怕亲人失望。只有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战胜自己，
这些才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一点点的爬过来吧，试图让自己变得勇敢坚强起来。不固步自封，人生苦短，不妨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害怕都是来源自于心理作用。有的人觉得自己被拒绝会很没有面子、尴尬、不好意思、手足无措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在面对一件事情之前，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组织好自己的沟通能力，时刻保持着大脑清醒，要学会保持个人形象，面带微笑的把话说出来。如果被拒绝的话，那就对他们说声谢谢，然后立马去寻找新的目标。放心，我们总有会遇到不会拒绝我们的人，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以实际行动来验证自己的对错。人总要成长，只需要告诉自己能行。思维是成功的先导，尝试过总比纸上谈兵、瞻前顾后要强得多。第5点，自我设限。首先，我先跟大家解释自我设限的意思。自我设限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规矩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做事更有条理、有目标、有规划、有重点，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能量，有效地利用时间和精力，劳逸结合，主次分明，更好地完成学业和工作，实现自身价值，尽量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不留下任何瑕疵。简单来说，就是一名完美主义者。缺点就是通常拥有自我设限心理的人都会比较自卑，只要对方稍微比自己强上一点点，或者是被别人评判自己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了，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如人，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自信心崩塌。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在此我已经为大家列出几种方法给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1点，提高你的期望。由于你早已习惯自我设限，就像给每个坟墓早已安上了墓碑一样。破除这种恶习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断给予自己制定新高度，人生的远大目标。正如你在最开始明确的写下你想要什么，是由一个个小目标所实现的。你已经具备了自我制定目标并完成的能力。那么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就是把之前自我设限的那些低目标提高一下，每个小目标都提高一点点，人生将会提高一大块。比如碰到一项工作，现在的你觉得自己最快在3个小时完成 ，OK， 那么我们要求改为2个小时。在一个新的高度下，集中精力释放自我潜力。当你在2个小时后完成工作时，你会重新认识自己，觉得原来所认为的3个小时工作时间是极端错误的，你会为此感到振奋。如果经常能找到新高度，并且超越原来的界限，那么成功的概率将迅速增大。第2点，现在你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原来的界限提高一个单位，经过自己的努力打破原来的界限。我的目的在于，当你的自信心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界限，而是自动高效地实现长远目标。有欲望就集中精力去做。第3点，在做事情上，你必须知道一点，当你有一个欲望的时候，你应该把80%的力气放在去做上，而不是过分的去想我能不能成功。我以前真的没有经验，这些想法会直接左右你的行动，它们是自我设限的一种表现。第4点，过分思考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你的自信心下降，目标降低，心态消极，影响你做事的准确性和效率。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是，做事情一定要注意集中精力，一旦注意力分散，就容易远离目标。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就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去做。第5点，我的另一个经验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做一个充分的规划。这个规划不要设定任何限制，而是想象一个美好的远景。任何远大的目标都需要细致和精准的计划支持。第6点，不再说不可能。喜欢自我设限的你，最爱说的话就是不可能。在做事情之前，你告诉自己不可能完成，结果是你便真的没有完成。于是你更加相信自己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高度。你经常说不可能，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长此以往，你本来可能做到的事情，由于你的限制，结果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每次你在说不可能之后去做事，你会感到压力小之又小。而另一面，当你失败之后，你会告诉自己说，看，我早就说了不可能吧。于是你对失败的压力又大大减小了很多。经常说不可能会让你逐渐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要求都放松的话，那么我敢说这个人不会有太大的作为。第7点，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在做每件事情面前说不可能，大胆去做，即使你失败了，也应该觉得自己努力了，并不遗憾。你比那些不敢去尝试和努力的人要强多了。第8点，别再给自己上枷锁，加自我设限，让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上了一把枷锁，就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给自己画了个圈圈困住自己。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活在井里的人，你的四周都是阻挡你的墙壁，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现在你应该打破这层墙壁，突破出去。你不知道往外走一步，世界对你将打开一大块。突破自我设限在很多时候就是突破自我极限，这对你来说太难了，不是吗？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人，他们的人生都在不断突破自我极限，他们突破速度很快，于是在短暂的一生就能达到你所不能达到的高度，享受你所不能享受的生活。别再给自己上枷锁，突破你的极限对你的成功路来说至关重要。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对这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